大家好，我係阿夫拉。唔知你哋有冇發現最近亂破呢個新人物呢，已經係圈內外都引發咗一系列嘅話題，而且佢受關注嘅程度都算係頗高。所以今日就為咗亂破引發話題呢，就總結咗大致5個原因。所以無論你係咪星穹鐵道嘅玩家都好啦，只要你對亂破有興趣，你都可以參考我呢部嘅影片，甚至考慮入唔班玩呢個嘅星穹鐵道。首先，崩壞星穹鐵道其實都係同原神一樣，都係米哈遊旗下嘅其中一部遊戲，而星穹鐵道獲得全球好多玩家嘅一致認同啦，同埋喜愛。個中嘅原因呢，其實唔止劇情裏面嘅浸沉感，亦對好多華人玩家嚟講呢，呢款遊戲呢裏面呢好多嘅內容呢，其實充滿唔少嘅梗喺度嘅，例如呢一個，又或者呢一個，甚至係呢一個，攞你命3千。所以星穹鐵道玩緊嘅程度咧係出晒名噶啦，又或者可以講係致敬其他嘅作品。好啦，咁大家都簡單知道咗啦，星穹鐵道咧就係咁中意玩緊嘅，又或者係致敬一啲嘅人物角色。咁我哋依家嘅話題咧就講翻去亂破。咁我認為咧亂破引發咗好多嘅話題咧係有5個原因。第一個就係咧亂破嘅立繪畫風咧就同以往嘅角色唔同。咁我哋就攞翻咧星穹鐵道之前出嘅 2.0 角色嘅一啲嘅例子，你會見到嘅就係無論係知更鳥、波提歐，定係流形或者翡翠，又或者係雲尼或者招幽，又或者係最近嘅飛霄同埋靈沙。一般嚟講，佢哋嘅立繪風格咧都係冇咁潮嘅。喺人物設計顏色嗰方面咧，個反差咧都係冇咁大。而當亂破呢個新角色咧出立繪嗰陣咧，由於立繪嘅顏色咧同埋構圖嘅反差咧係非常大。人物構圖嗰方面咧就好似走緊啦，一直以嚟唔係星穹鐵道走嘅嗰種風格。甚至有啲人就喺度問啦，喂，呢個角色係咪絕區零嘅角色嚟㗎？你確定係星穹鐵道嘅角色？所以亂破呢一個嘅人物設計就成為咗全球嘅星穹鐵道玩家一直討論嘅焦點。而按住時間線嘅推進啊，喺亂破呢個角色咧嘅立繪推出咗1日之後咧，咁有啲 VTuber 嘅觀眾咧就誤以為亂破咧就係同 Molly Calliope 咁中文名咧就係森美星，即係其中一個 Hololive 英語系列嘅 VTuber 就有一個關係喺度。皆因咧佢哋兩個咧比較睇上嚟咧，亂破嘅設計啱啱好，又係粉紅色頭髮，以及人物嘅設計同埋官方嘅描述咧，佢都係有一種 rapping style 嘅氛圍喺度。而森美星呢位 VTuber 咧係真係有 rapping 嘅，以至有啲嘅 VTuber 觀眾咧就以為森美星咧就同崩壞星穹鐵道咧就聯名，直到呢件事咧傳到森美星嘅耳中咧，佢都打咗個問號，令到佢一時之間都唔知發生咩事。咁自此之後咧，亂破呢個角色咧喺圈外咧就成為一個話題啦，亦都無緣無故又燒到森美星呢一個 VTuber。咁呢一件事咧，隨住時間耐咗咧，就知道佢哋兩者之間咧係冇合作喺度嘅。咁正當大家以為呢件事應該都會告一段落噶啦，呢一個時候咧就被炎上啦。而呢個亦都係我認為導致佢好有話題嘅第3個原因。咁亂破呢個角色究竟係邊一 part 嗰度咧就被炎上呢？咁之前我未有講過佢係好有嗰種 rapping 嘅氛圍嘅。因為根據官方嘅描述咧，亂破咧係識3樣嘢嘅，就係 rapping、塗鴉、漫畫。然而星穹鐵道亂破嘅英語配音咧就係一名黑人嚟嘅。講到呢度，大家會諗到啲乜嘢？就係所謂嘅人物嘅政治正確咧就上身啦。根據歐美圈咧嘅觀點就認為，就係話你嘅人物識 rapping， 人物設計方面咧佢係白皮膚，但係你又請咗個黑人嚟做英語配音，咁你真係種族歧視啦，咁你真係唔尊重黑人嘅 hip hop 文化啦。自此之後咧，就有人咧將亂破咧嘅膚色咧就改咗做黑皮膚。直至目前為止咧，我仲未睇到有任何嘅消息咧話亂破嘅英語 CV 咧係會被更改，但係根據我嘅個人猜測，亂破呢一件炎上事件呢，亦都係成為咗星穹鐵道另一個人物飛霄嘅英語 CV 咧被抽起嘅其中一個導火線。但飛霄嗰一 part 咧，更多嘅係英語 CV 嘅個人問題。我哋再講翻亂破嘅 CV 嗰方面嘅問題。我認為亂破好有話題嘅第4個原因呢，就係請咗一個有名嘅日文聲優。咁亂破日文 CV 嗰部分呢，就由潘惠美咧去負責。我諗有啲人都仲未好清楚佢係邊一個，係
咪？如果你有睇開最近嘅日本動漫呢，你就應該會知道係邊一個啦。目前咧，潘惠美咧就喺我推的孩子咧就負責有馬加萊嘅 CV 啦，以及負責綠乃子虎視眈眈裏面嘅主角綠乃子嘅 CV。我覺得咧，星穹鐵道喺日語 CV 嗰方面咧係做得非常好。然而，星穹鐵道咧已經唔係第一次揾一啲比較出名嘅聲優咧去做配音。譬如星穹鐵道上一年出嘅托拍就係揾咗藍條愛乃咧去負責日文嘅 CV。而嗰陣亦都有好多玩家咧係因為佢嘅緣故咧就願意入坑課金嘅。如果你想聽到聯破嘅配音，就需要等到10月啦。盡管日文 CV 咧，亦都係其中一個玩家課金嘅因素。我亦都希望咧聯破呢個技能咧可以咧再改得好少少。咁到10月咧再睇下，到時內鬼咧又有啲乜嘢洩漏出嚟啦。而最後一個我覺得聯破可以引起話題嘅原因咧，就係佢嘅遊戲演示以及佢嘅聲雲都有一啲致敬嘅意味。我之前都講咗啦，米哈遊咧係最識玩梗同埋致敬嘅，特別喺星穹鐵道呢個遊戲嗰度。因佢嘅第3粒嘅星雲聯破所表現出嘅手勢呢，就跟咒術迴戰嘅5條悟佢嘅領域展開呢係有啲相似。喺聯破嘅遊戲演示嗰一個部分，聯破嘅終結技從高樓大廈跳落去之後呢，佢攻擊嘅畫面呢就會改成第一身射擊嘅畫面。咁有啲人咧就話佢呢個遊戲畫面咧就比較似呢個射擊遊戲亞羅蘭，亦都有一啲觀眾咧就覺得咧佢係比較似鬥陣特工嘅。咁我就覺得咧個畫風就比較似亞羅蘭，而佢攻擊嘅動作咧就比較似鬥陣特工。如果攞鬥陣特工嘅源氏又或者禪瓦塔去比較嘅話咧，就真係幾似嘅。特別係聯破拋出武器嗰一刻嘅動作，真係好有一種鬥陣特工嘅味道。最後我為呢部影片咧去做一個總結。今日呢一部影片咧，其實就係想帶出聯破呢個星穹鐵道嘅新角色，就喺8月底至9月之間呢，就係發生咗咁多嘅事啦。而影片提出嘅呢5個點呢，就係總結咗聯破呢個新角色呢點解會成為好多人嘅話題，亦都解釋咗點解聯破呢個角色呢受到圈內外嘅關注。我就中立去咁樣講，聯破被討論嘅人氣程度，真係分分鐘蓋過咗知更鳥又或者流螢呢2個係星穹鐵道深受玩家愛戴嘅角色，再加上聯破嘅日文 CV 呢係由潘惠美去負責，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聯破呢一個新角色咧，將會同上一年嘅托拍係差唔多，因為聲優嘅人氣咧，而引入咗一大班新嘅玩家咧去星穹鐵道嗰度做課金。最後，如果非要我講一啲關於歐美圈對聯破炎上事件嘅睇法，我咧就好相信呢4個字嘅，就叫物極必反。當一款遊戲過於政治正確嘅情況下，Sony 開發嘅聲名特工咧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啦。僅上市11日咧就關閉營運啦，仲要係耗資咗8年破億美金去開發嘅。所以講到底咧，遊戲公司最大嘅顧客咧就係呢一堆嘅玩家，玩家參與嘅時長同人數主宰住每一款遊戲嘅壽命。所以聲名特工咧就係一個例子咧，去值得嗰啲遊戲廠商咧引以為鑑嘅。咁今日嘅影片就講到呢度，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打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